你说什么？谁让你闯进来的？出去！孩子烧得臭臭了，我联系不上顾景恒。顾先生的名字也是你能随便喊的？他是我丈夫，是孩子亲爸。小月，快睁开眼看看妈妈！叫医生，马上！顾董，他身份不明，孩子出了事，你负责吗？这块金锁哪来的？顾景香给儿子的。孩子多大？2岁半。有什么话您问您儿子去，现在先救孩子。何远，联系集团医疗室，安排送医。一块金锁证明不了什么。金锁不够，那结婚证够不够？景恒结婚3年，连儿子都有了。我居然今天才知道。别说您，我也今天才知道，他是顾氏继承人。证件也能造假，顾董不能光听他一面之词。那就查民政记录，我敢查，你敢认错吗？奶奶，爸爸在哪？你认识我？爸爸给我过照片。顾董，车呢？我亲自送他去医院。您认不认我们无所谓，麻烦您把顾景恒叫回来，让他给孩子一个说法。谁的电话？顾先生，开免提。何源，之夏是不是带着孩子去了公司？顾景恒，你还知道自己有老婆孩子？妈，之夏怎么会在您办公室？我不踹开这扇门，还不知道要被你骗多久。之夏，先送小七去医院，我马上回来。给你半小时，见不到人我就带孩子走，以后再也不用你管。何远，查清楚，这3年是谁帮他瞒住我的？妈妈马上带你去医院，把孩子给我，你腾出手联系医生。不用，我抱得住。我不是跟你抢孩子。顾景真瞒了我3年，我现在谁都信不过。顾董，楼下全是员工，您亲自陪他出去，影响不好。我孙子病成这样，你让我先顾影响？孩子的身份还没核实。何秘书，你一口一个核实，到底怕核实出什么？我只按集团制度办事。制度让你见死不救了吗？把结婚证收起来，别把私事闹大。丢人的不是我，是那个隐婚3年的顾家继承人。那不是设计2组的林之夏吗？他刚才喊谁是孩子老爸？都回去工作，不许拍照。现在知道怕人看见了。顾景恒，你骗得我好苦。之夏，先让我看看小易。你是普通顾问还是顾氏继承人？顾氏是我家的，所以你就看着我在你家公司加班被人欺负，一句话都不说。我隐藏身份是为了调查集团内鬼。你查内鬼，就能把妻儿一起蒙在鼓里。他说的对，你连婚姻都拿来当掩护，还有没有担当？是我的错，所有责任我承担。顾先生，您真承认这个孩子？他是我亲儿子，林之夏是我合法妻子。谁在质疑他，就是质疑我。别碰他，孩子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孩子好了，我们就谈离婚。我不同意。你隐婚不需要我同意，凭什么离婚要你同意？孩子持续高热，家属不要争吵，先救孩子，其他账我慢慢还。你欠我的可以还，欠孩子的3年怎么还？爸爸别走。爸爸不走，再也不走。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泄密？因为有人知道我今天会回来。林之夏，星兰资料泄露，请你马上交出平板和公牌。孩子还在抢救，你来审他。泄露文件来自设计2组，他昨晚又违规下载过项目资料。我下的是评审版本，有主管签字审批的。审批记录已经被撤销。记录说撤销就撤销，谁动过后台？调查期间，你无权过问。从现在起，他有权。顾先生，您还没正式接任集团职务，
但我仍是集团第一顺位继承人。要不要现在开董事会，确认我的权限？这是临时停职，不是定罪。孩子刚进急诊，我就成了泄密的人。正因为你是景航的妻子，调查更不能避嫌。妈，他不会泄密。不用替我担保，要查就查，但何远不能负责。你是被调查人，没资格挑调查人员。昨晚10点，我离开设计部，正好看见你刷卡进资料室。你看见他进去了，门禁提示响了，我亲眼看见的。我去取董事长会议文件。董事长文件为什么放在设计资料室？孩子已经退热，暂时没有危险。谢谢医生，我能进去吗？可以，但别让孩子情绪激动。爸爸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不是，爸爸以前做错了，以后天天陪你。拉钩。拉钩。别轻易许诺，孩子会当真。我也当真。之夏，孩子住院的事儿我来安排，医药费我承担得起。我不是拿钱认亲，那就先查清何远。我的工作可以停，我的清白不能等。好，所有调查记录同步给你。之夏，我会把真相给你。我不要你给，我自己查。他们连核心主视结构都复制了。不对，这不是我们最后的版本。你发现了什么？他们拿到的是3个月前被废掉的测试稿。偷了一份废稿，就敢来抢故事的市场。可废稿只存在内部资料库，这个内鬼对设计流程非常熟悉。证据确凿，林之夏就是泄密人。一个账号就能给我定罪？你的账号、你的电脑、你的下载记录还不够吗？账号能被盗用，记录能被修改，原始服务器日记呢？昨晚系统维护，部分日记损坏。偏偏我的审批没了，偏偏日记坏了，偏偏何秘书进过资料室，真够巧。不要靠猜测转移责任。那就说事实，对方发布的不是最终稿，而是编号 X17的废稿。这个编号有什么特殊？ X 代表淘汰，17代表第17次测试。这套结构承重不足，根本无法量产。哼，谁能证明？原始手稿和模型都在我这里。你的证据呢？我平板没有开远程权限，可能是你自己记错了。他的设备权限由集团秘书办统一配置，能远程删除文件的人只有管理员。管理员不止我一个。顾先生，不能为了护妻就随便怀疑员工。我护的是证据，谁动了证据，我就查谁。电子文件能删，纸上的痕迹删不掉。什么意思？每一版新蓝图纸，我都在主石背面藏了一个定位点，对方的成品已经替我留下证据。位置和 X7测试坎完全一致，这只能证明资料来自顾氏，不能证明谁泄露。至少证明我没有出售最终方案。真想卖钱的人会拿废稿去卖吗？也许你根本接触不到最终图。星蓝最终结构是我改的。你只是普通设计师，别给自己脸上贴金。星蓝主视结构的修改人确实是林之夏。就算他不是泄密人，项目也已经失败，董事会要求立刻重组管理层。谁提的要求？6位股东联名，顾氏必须交出项目控制权。联名文件拿来。景航，你离开集团3年，现在回来得太晚了。我离开3年，不代表我什么都没做。你早知道集团有内鬼，3年前就知道，所以你连我都瞒着。我怕你被卷进来。可我已经被他们推出来顶罪了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让你挡在前面。方副总，伪造股东联名是要负责任的。你凭什么说是伪造？因为这里面有一位股东，3天前已经去世了。方副总，死人是怎么签字的？文件由助理整理，我不清楚细节。出事就推给下属，这招你倒是熟练。林之夏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。他是星蓝核心设计人员，他有资格。也可能是股东生前授权家属代签，代签授权书呢，还在核实。
一份没核实的文件，你们就敢逼董事长交权？我只是为集团止损，如今新品被抢先发布，顾氏每分钟都在亏钱。亏钱的是对方，不是顾氏。人家的产品已经预售破1000万，你还嘴硬？ X17结构撑不过连续佩戴测试，卖的越多，赔的越多。可消费者不知道，他们只会认为顾氏抄袭。那就公开测试过程，用事实说话。公开内部测试会暴露集团技术。你怕暴露技术，还是怕证明他们偷的是废稿？林之夏负责技术说明，景恒负责对外应对。2小时内召开公开验证会。顾董，我还在停职调查，现在解除停职，用你的专业把赢回来。好，我不会让顾氏替内嘴背锅。签了他，带着孩子离开，我可以帮你保住名声。谁让你来的？你斗不过方副总，继续查下去，你丈夫和孩子都会被拖下水。刚才还说按制度办事，现在就劝我跑路。识时务的人才能活得轻松。我这人命硬，偏不识时务。回去告诉你背后的人，我不但不走，还要把他揪出来。你以为顾景春真会一直护着你？查不查你是公事，我信不信他是我们夫妻的事。说得好。何秘书，调查人员，你想怎么解释？我只是替集团减少损失，从现在起暂停你的全部系统权限。你没有权利听我的旨。刚刚没有，现在有了。董事长授权即刻生效。何远，交出工牌和电脑，你们会后悔的。妈妈，爸爸能跟我们回家吗？等事情解决再说。小易，爸爸做错了事，要先求妈妈原谅。那你快求呀！别拿孩子当帮手。我不会逼你原谅，但公开验证会结束后，我会把3年的事全告诉你。这次再瞒一个字，我们就真的结束。好。林设计师，测试模型不见了，库房监控也被人删了。最后接触模型的人是谁？系统记录显示是顾先生。顾景和，这也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吗？你的账号刚开通，模型就丢了，你怎么解释？不是我拿的。我刚说不能再有隐瞒，所以这次我和你一起查。除了你，还有谁能用这个账号？临时权限由秘书办录入，初始密码也由他们发放。何远被停之前碰过你的权限，有人抢在权限冻结前用我的账号拿走模型。可监控没了，领取记录就是唯一证据。查模型出库单，电子记录能改，签收单总要留笔记。纸质单也不见了，账号、监控、签收单一起消失，做得这么干净，反倒说明模型还没出集团。为什么？ X17模型的主石是内部测试料，外观和真钻一样，但腰码不同。带出集团过安检，机器会自动报警。封锁所有出口，查今天的安检异常。妈妈，爸爸是坏人吗？大人的事情要看证据。爸爸会把证据找回来。你不是证明给孩子看，是证明你值得被信一次。取消人事何秘书？停职通知是11点生效，他卡着最后13分钟动的手。报警后通过闸机的是谁？车牌被遮住了，只能看出是集团内部车辆。把车辆重量记录调出来。查重量有什么用？模型装在防震箱里，连箱重18.6公斤，只要对比车辆进出重量，就能锁定哪辆车带走了它。这是方副总办公室调用的车，立刻拦车。车已经到集团南门。熄火，下车。顾景轩，你想拿命拦车吗？何秘书，你不是被停职了吗？躲在车里干什么？我来取个人物品。你的个人物品重18.6公斤。什么都没有，你们还想栽赃我？模型在哪儿？我没见过。
这是模型底座的定位粉，箱子装过模型。谁在半路接走了他？你们只剩1小时，没有模型，我看你们怎么公开验证。谁说我们没有模型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偷走的根本不是唯一一件。没有测试模型，这场验证会立刻取消。谁告诉你模型没了？库房失窃，监控被删，你还要拿假模型糊弄公众？失窃消息只在调查组内部通报，方副总怎么知道的这么快？集团出了事，我当然会收到消息。连丢的是哪一版模型你也知道。少套我的话，拿不出 X17，故事就必须公开道歉。之夏，你有把握吗？有。设计模型从不只做一件，正式入库的是展示样、承重测试，还有拆解样。拆解样已经损坏，不能公开展示。我们要证明的就是它为什么会坏。恢复直播，验证会照常开始。一旦失败，谁负责？我负责。但要是证明对方偷了故事废稿，谁阻拦验证，谁就接受调查。X17有一个致命问题，主食受力集中，连续佩戴后，第4只爪会先断。只是你的个人判断。方副总敢不敢现场测试？测就测。真的断了！也就是说，银河之心存在同样的问题。结构、尺寸、定位点完全一致，结果不会不同。对方可能已经改进，他们提交的产品备案图就是 X17原始结构。故事3个月前就废除了 X17，他们今天发布的不是创新，是偷来的废稿。故事是否会追究责任？会。故事将立即提交原始存档，并配合相关部门调查。已经购买产品的消费者也有权知道风险。一份废稿而已，挽回不了星兰项目。方副总怎么这么确定？没有核心模型，故事一样无法按期发布。谁说失窃的是核心模型？真正的星兰从来没进过你们碰得到的库房。拿一段画面吓人，这就是故事的底牌。真品还没到公开的时候。说白了，就是拿不出来。旧稿刚泄露，方副总就急着找真品，你的反应比竞争公司还快。我关心项目有什么问题？关心项目，就解释一下何远为什么用你的车运走测试模型。集团车辆统一调度，我不知道谁用过。调车申请来自您的办公室专线，办公室任何人都能拨专线。那就查录音，集团调车电话全部留档。你没有权限。他没有，我有。调查结束前，你不得接触星兰资料。顾董，您为了儿子儿媳，要把老员工都当犯人吗？我只看证据，证据指向谁，我就查谁。果然是他改了林设计师的下载记录，画面只能证明他操作过电脑，还缺资料外传的去向。把画面倒回去，他进门前右手拿了什么？一个黑色文件袋，不是普通文件袋，右下角有财务封条，是集团付款凭证袋。偷设计稿为什么带付款凭证？因为方启明把资料交易伪装成项目咨询费。你早就在查异常付款。3年里，集团向一家空壳咨询公司付了7笔钱，每次付款后都有旧项目资料流出。你掌握了这些，为什么一直不收网？我只能查到钱出去，找不到拿资料的人。所以你放着他们继续偷。我需要完整交易链，否则方启明随时能让何源顶罪。这就是你瞒着我的理由。我怕他们发现我们的关系后，对你和小姨下手。你替我做决定，不叫保护。我明白，所以剩下的证据，我们一起找。硬盘编号找到了，查解用去向。最后登记地点是方副总办公室。何远拿走的模型、硬盘编号、伪造的联名书，全都指向你。
也可能全是顾景亨布的局。他突然回来，妻子被栽赃，旧稿正好泄露，世上有这么巧的事吗？你终于说出真正目的了。顾董把权限交给儿子，谁知道这场危机是不是你们一家自导自演？立刻召开董事会，顾家必须给全体股东一个交代。签字，星蓝项目交给临时管理组。管理组由谁负责？我只是暂代，等危机结束就归还权限。项目出事前你卖旧稿，项目出事后你来接股，算盘打得真响。董事会没有普通员工说话的份儿。林之夏是星蓝核心设计师，也是本次泄露事件的调查成员。她还是顾景亨的妻子，怎么保证公正？我的婚姻可以公开，我的工作也能公开，所有设计记录、修改时间、审批流程随便查。顾景亨敢吗？你想查什么？有人举报，3个月前是你要求保留 X17旧稿，有故意降低资料权限。旧稿泄露后，你立刻回归集团，你敢说这一切与你无关？保留 X17是你的命令。是。所以危机真是你制造的。保留旧稿是调查安排，不等于我对外泄露。哼，一句调查安排就想撇清责任。这件事为什么连设计组都不知道？知道的人越少，旧稿被动过后，范围越容易锁定。又是你一个人的决定。我有证据，是顾景亨让我复制 X17。你还敢回来？这是3个月前的邮件，发件账号属于顾先生，他让我把旧稿转到公共资料库。邮件带有集团电子签名。景亨，你必须解释。邮件是真的，转入公共资料库也是我的要求。那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旧稿会被偷？我在等内鬼动手。你拿集团品牌当诱饵，谁给你的权利？决定是我做的，责任我承担。既然承认，就交出临时总裁权限，退出星蓝项目。景亨，董事会需要完整说明。我会说明，但不是现在。你拿不出证据，还想拖时间？给我们24小时。之夏，24小时内，我们找出硬盘和交易记录，找不到，他交权，我退出星蓝。好，我就等你们自己出局。何秘书，邮件是真的，可打印时间是今天，你从哪台电脑调出来的？当然是我的工作电脑。你的权限早被停了，能让你重新登录的人就在这间会议室里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知道多少就说多少，少一个字，我们各查各的。3年前，顾氏连续丢了2份报价，每次受益的都是方启明暗中投资的公司。你为什么不直接查他？投资关系隔了4层带库，没有交易原件，动不了他。所以你保留 X17，等他再偷一次。对 ，X17里藏了定位点和独立编号，只要对方发布，就能证明资料来源。你拿项目做局，还把我放在局里。我原本没打算让你参与星蓝，是你的修改方案太好，项目组主动采用了。发现我进了项目，你还是没告诉我。那是河源已经查过你的家庭资料，我突然公开关系，只会让他盯紧你。结果呢？我照样成了替罪羊，孩子生病也找不到你。是我错了，我把保护做成了隐瞒，也把责任留给了你。道歉以后再说，先告诉我，真正的星蓝在哪儿？珍藏版没有完整实物，核心结构分成3部分，分别保存在原始手稿、独立硬盘和备案文件里。方启明偷到旧稿，是因为他找不到真正的方案。他拿走测试模型，是想逼我公开真品。那我们就让他以为真品今晚会送进集团。你想引河源拿硬盘来交换？不是交换，是让他们自投罗网。林设计师，我们真要重做模型？不用做完，只要让领取材料的人相信珍藏版今晚能合成。我会故意恢复河源的制图权限，让他看见材料申请。他会不会发现是圈套？他没时间判断，董事会只给24小时。方启恒比我们更急，一旦他们动手，你必须留在监控范围内。这次别替我安排，怎么行动，我们一起决定。好。
你负责设计记录，我负责人员和资金线。所有信息同步，所有决定共同确认。我答应。有人查看了，账号是谁？何远，他还在集团地下档案库。何远，手里的东西放下。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？你查看的假消息，就是给你留的路标。你们算计我！比不上你改记录、偷模型，拿我顶罪。毁掉外壳也毁不掉数据，数据是我复制的，所有事也是我做的，和别人无关。你要真想一个人扛，就不会把硬盘藏到现在。这里面一定有方启明不敢见人的东西。你胡说！这不是普通硬盘，是你们存交易证的备份盘。送去取证，立刻回复。何远，你替他扛罪，他却只想让你闭嘴。消息都没了，你拿什么证明？在场3个人都看见，档案库全程录音，短信通知也会留下缓存。那条消息不是方副总发的，我还没说发送人是谁，你怎么知道是方副总？何远，请你配合调查。硬盘里只有我个人备份，没有交易记录。有没有？恢复数据就知道。硬盘经过加密，强行读取只会自动清空。集团备份盘采用双重存储，你删得掉硬盘，删不掉财务服务器的同步记录。你早就知道，我等了3年，就是等你把付款凭证和设计资料放进同一个盘。你故意留着漏洞，让我去拿 X17。我留的是旧稿，伸手偷它的人是你。你还有机会说实话，继续替方启明扛，他只会把所有责任推给你。所有操作都是我做的，方副总不知情。那7笔咨询费也是你这个秘书批准的，我不知道什么咨询费。你刚才还说硬盘里只有个人备份，现在怎么知道我们在找咨询费？硬盘有3次输入机会，输错后数据会锁死。何远不肯交代密码，他在等方启明救他。把硬盘领用记录给我。领用记录和密码有什么关系？何远做事谨慎，但记性一般。他给设计文件设密码，习惯用项目编号加日期。你怎么知道？去年他收走设计组的移动盘，我见过他输入密码，前4位是部门编号。调出他经手过的全部项目。还剩2次。对，不能再猜。银行封签不是装饰，硬盘第1次收款当天，正好是顾氏旧项目评审日。部门编号加评审日期，解锁成功。找到了，7笔付款全在这里。立刻核对银行流水。文件只有付款申请，没有最终收款账户。硬盘容量不对，这里还藏着一个加密分区。切断网络，来不及了，清除命令已经启动。拔掉数据线，保住圆盘。够了，这个签名不是何远的。凭半个字，定不了方启明的责任。剩余文件都被远程清除了。清除命令从哪儿发出？集团董事层专用网络，具体终端还在查。签收单不完整，但纸张编号还在。可以找到原件。财务凭证一式3联，何远拿走的是内部联，银行和付款方各有1联。联系银行，依法申请核验。现在是凌晨，最快也要明早。董事会只剩12小时。那就先找付款方。7笔咨询费不可能凭空审批，财务负责人已经离职半年，但申请部门还在，所有咨询合同都经过副总办公室盖章。方启明能撤回电子文件，
拿不走印章使用登记册。调行政、财务、法务三方记录，一份一份对。我要何远过去3年的签字样本。你怀疑签名是仿造的？何远习惯向右收笔，这半个方字却向左回勾，签收人就是方启明本人。登记页昨天还在，他们早有准备。查页码，被撕掉的前后记录是什么？前一页是深工用品采购，后一页是董事会议通知。登记册每月底会扫描归档吗？会，但扫描文件由秘书办保管。又回到何远手里了。登记册下面压着复写纸，原页被撕了，下一页可能还留有笔痕。编号全出来了，按编号调合同。系统显示这7份合同已经作废销毁。真合同销毁了，假合同总得拿去报账。查税务发票。陈荣是方启蒙的前妻，他们不是10年前就离婚了吗？离婚后，他一直替方启明代持公司，把婚姻关系、公司流水和合同编号连起来，交易链就完整了。方副总带人去了设计中心，说要封存星兰全部资料。他不是要封存，他是要毁掉真正的方案。林之夏，你敢破坏董事会封存？哪一份董事会决议允许你碰原始手稿？顾景恒涉嫌故意泄密，星兰资料必须由临时管理组接管。现实调查还没结束，你就急着接管？方副总提交了新证据，你们先看完再说。把 X17旧稿转入公共调库。顾景恒亲口下令放出旧稿，所谓内鬼，不过是他回归集团的戏码。这段话我们早就承认了。那你也承认他故意制造泄密危机？我设置了调查范围，但没有向外传递资料。哼，你把鱼饵丢进水里，现在却说鱼不是你钓的。放进内部数据库叫保留档案，卖给竞争公司才叫泄密，别偷换概念。可这场调查没有经过董事会批准，所以责任由我承担。交出权限，星兰项目由我接手。你这么急，是怕我们查到陈荣吧？你在胡说什么？7份咨询合同，7笔异常付款，收款公司法人都是陈荣。我和他早已离婚，他的生意与我无关。那付款签收署上为什么有你的签名？半张残件也敢当证据？你们口口声声说有真正方案，东西呢？原始手稿明明锁在这里。林之夏负责最终结构，如今手稿不见了，到底是谁在毁证据？我下午就把手稿转移了。转到哪里？你没资格知道。拿不出方案，就说明所谓珍藏版根本不存在。珍藏版是否存在，明天董事会上自然会证明。你们只剩9小时，9小时能做出一套完整珠宝。真正的设计不在柜子里，在设计师脑子里。空口说大话，谁不会？那就赌一次，明早之前，我交出可备案的完整方案。如果交不出来呢？我退出星兰项目，并接受全部调查。之夏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，所以你也别替我决定。我相信团队，也相信我的设计。好，我等着看你怎么收场。不用等明早了，清除硬盘的电脑就在方启明办公室。电脑谁都能碰，这东西不是我的。需要董事权限才能启动清除，何远没有，你有，你也有，谁知道是不是你提前装进去的？控制器外壳上有编号，查采购记录就知道是谁领的。设备2年前由副总办公室申请，签收人是何远。那就去问何远。你让一个秘书替你背多少责任？顾董，我为集团干了15年，现在您宁可相信刚回来的儿子，也不相信我。我相信证据，证据不会论资排辈。顾景恒故意放出查私117也是事实。是，我保留旧稿，放宽读取权限，就是为了锁定资料流向。这个决定不够透明，也让项目承担了风险。
调查结束后，我会向董事会提交完整报告，并承担管理责任。承认失职就够了吗？顾氏损失谁来？该我承担的我不躲，该你承担的你也逃不掉。操作记录和方副总的指纹匹配，这不可能！不是电脑被人碰过，是你亲手毁证。设备是你领的，文件是你复制的，把事实说清楚。方副总，您说过会保住我，我只让你按流程办事，从没让你泄密。是您让我把 X17交给陈荣，也是您让我改林之夏的下载记录。说话要有证据，证据就在硬盘里。每次收款后，您能让我保存签收单？丢失的模型在哪儿？在方副总安排的外部仓库。空箱是他让我带走，故意拖延验证会。你为了减轻责任，竟敢污蔑我！我替您做了3年事，出事后您只想让我闭嘴。把交易时间、接收人和仓库位置全部说明，调查组会如实记录。7笔咨询费都进了陈荣的公司，每次资料交出去，我能拿1成。旧稿泄露、伪造联名、栽赃林之夏，全是方启平安排的。一个违规秘书的口供，证明不了什么。口供不能单独定责，但加上合同、指纹、吊车记录和银行凭证，已经足够启动正式程序。就算查我，顾景明也保不住总裁位置。真正的星兰还只是一张空纸。天亮之前，我会让你看见故事真正的答案。林设计师，这是现成的结构基础。被偷走的旧版不值得我们再补，要做就做他们抄不走的新方案。 6小时完成结构、选材、预算和备案，根本来不及。不是从零开始，珍藏版的3部分资料都在，只差最后整合。原始手稿在我这里，备案文件由法务送来，独立硬盘已经恢复。结构组调整主视受力，材料组核算重量，视觉组完成展示图，每半小时同步1次。方启明已经被调查，我们还需要这么赶吗？需要。查清内鬼只能洗清过去，拿出方案才能保住故事的未来。 今晚不是替顾家加班，是替我们自己的作品争口气。明白？开工。你已经1天没休息了。小玉退烧了吗？妈安排了人照顾，医生说情况稳定。等方案完成，我们一起去陪她。好，这次家庭和工作我都不会缺席。先把眼前这关过了，主食结构还差最后一个支点。我能做什么？ 别替我做决定，替我把所有历史测试数据找全。收到，林设计师。新结构用料超标20%，无法量产。换氢材料强度又不够。不是材料的问题，是我们还在用 X17的雕架思路。星兰最初的设计理念是星轨围绕主星，那就不让一只指甲独自受力，把4爪改成环形分担，重量能降，稳定性还能提高。 改结构要重新测试，还有4小时，来得及。成功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星兰珍藏版。马上整理原始记录，提交备案。对方宣称已拥有环形支架的优先设计权，还说故事再次抄袭。我们的新结构刚完成，他们怎么会提前公布？设计中心还有人向外传消息。 不，他们公布的不是我们的结构，可外形几乎一样。外形能模仿，受力数据骗不了人。他们抢着发布，正好替我们再做一次反面证明。天亮后的董事会会变成第2场硬仗，那就让他们带着假升级版来，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拆穿到底。看清楚，人家昨晚已经备案，顾氏还敢说没抄？ 2套环形保架外观相似，故事怎么解释？备案时间早，不代表设计时间早。又要拿几张手稿糊弄人？不用手稿，直接看产品。这是今早通过公开渠道取得的样品。林之夏，你拆一件已经备案的产品，就能证明自己清白？外行看样子，设计师看结构，区别到底在哪儿？他们把4只拖爪连成一圈，以为这就叫环形受力，可这4个连接点仍然各自承重。 只是套了个外壳，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。那就现场做压力测试，敢吗？有什么不敢？
刚开始就撑不住了？因为他们只抄到了外形，没有星兰真正的受力比例。样品可能在运输中受损。第一次是运输，第二次还能怪谁？同样的位置，同样的结果，方副总还想找什么借口？顾氏的产品呢？你们自己的都拿不出来，凭什么笑别人？别急，真正的星兰马上让你看清楚。这就是昨晚完成的新方案。昨晚完成的是整合，它的核心思路3个月前就已形成。你怎么证明不是看过对方备案后临时修改？第一份证据，原始手稿封存时间。3个月前，林之夏已经画出环形分担结构。第二份证据，独立硬盘的修改轨迹，每一次调整都有编号，谁也补不出3个月的过程。电子时间可以修改，记录已由第三方存证核验，时间真实有效。第三份证据，现场承重测试，全部通过，重量和成本也在量产范围内，这才是能真正落地的方案。通过测试不代表你们拥有优先权。顾氏昨晚提交的不是首次备案，是对3个月前预备案的补充文件。他们抢着登记的假升级本，从头到尾都排在顾氏后面。旧稿偷不走未来，外形也抄不走本事。方案已经证明，现在该处理真正的泄密人。方副总，这次我不替你背了。一个违规员工也配指认我？3年前是你让我复制项目报价，后来每份资料也是你亲自挑的。你收了钱，当然想拖我下水。我承认我拿过钱，也愿意承担责任，但主导交易的人就是你。仓库已经找到，丢失的 X17模型、资料袋和付款证全在里面。签收单上全是方启明的名字，签名可以伪造。那你的指纹呢？我经手集团文件，留下指纹很正常。竞争公司转入陈荣公司的7笔款项也正常吗？对方先把钱打给陈荣，你再用顾氏咨询费补足账，两边收钱，集团买单。陈荣早就和我离婚，他的账户跟我没关系。每次到账后，他都会把分成送到你的外部仓库，我亲手接过3次。闭嘴！你让我闭嘴，不就是怕我说出真相吗？何源改过我的记录，偷过模型，也参与了泄密，他逃不掉责任，你更逃不掉。你们一家人联合一个叛徒，就想给我定罪。即日起暂停你在顾氏的一切职务，移交相关材料，接受正式调查。我替顾氏拼了15年，没有我，集团早就撑不住了。贡献不是违规的免罪牌。我替集团拿订单稳客户，你呢？你躲在外面3年，现在回来捡现成的。所以我会为自己的失职负责，但你卖资料、伪造文件、栽赃员工，这些账也要一笔可算。顾景轩，你以为赶走我就能坐稳总裁位置？总裁位置不是我家的椅子，董事会认为我不合格，随时可以换人。真正坐不稳的人才会靠偷和骗抢位置。林之夏，没有顾景亨，你就是个普通设计师。我是普通设计师，但星兰是我带团队做出来的。你是副总，却连一份真方案都拿不走。林设计师，对不起。你该道歉的不只是我，配合调查，承担责任，才算真的认错。我会把知道的全部交代。危机还没结束，顾氏需要正式负责人。景恒，这一次你还要躲吗？不躲，该我担的责任我全部接下。先别签，方启明有问题，不代表你的调查方式没问题。我接受质询。你未经董事会批准保留 X17，还故意放宽权限，给集团造成品牌风险，怎么负责？第一，公开全部调查记录；第二，撤销不透明权限；第三，相关损失由我的管理激励承担。只赔钱就够了？不够，我会建立项目双重授权制度，任何调查不得由一个人单独决定。设计部门也需要独立留痕，以后谁下载、谁审批、谁修改，都要同步记录。你以什么身份参与管理建议？
以星兰核心设计师的身份，我只谈项目，不拿婚姻当资格。他的建议已经通过本次危机证明了价值。根据调查结果，林之夏不涉及资料泄露，此前停职记录应立即撤销。还要公开更正，恢复他的职业名誉。公开更正可以，但不能因为我是你的妻子，跳过正常考评。我不替你安排职位。设计中心负责人公开竞聘，林之夏和所有人一样，凭方案、能力和团队评价竞争，我接受。那总裁任命也按程序表决。从今天起，顾景恒接任顾氏珠宝总裁。我接受任命，也接受监督。爸爸，你真的回来啦！爸爸答应过你，不会再走。医生说他刚退烧，别让他乱动。小叶，今天还难受吗？不难受了，奶奶，你还爸爸的气吗？他做错了事就该承担。那爸爸承担完了吗？大人的责任不是一天就能做完的。小叶，爸爸以前缺席太久，以后你的每次生病、每次生日，爸爸都尽量在。别说尽量做不到的事儿。你说的对，我不随便保证结果，但会提前沟通，不再失联。这句话比永远不走靠谱。之夏，婚姻的事由你决定，顾家不会拿孩子逼你。我不会现在谈离婚，也不会因为危机解决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我明白，你需要多久，我就用多少证明。那爸爸今晚能陪我吗？可以。真的？陪孩子不等于我原谅你，别想多了。明白，先从当好爸爸开始。那我们一起回家。你已经是总裁夫人，还来竞争负责人，怎么让其他人信服？所以顾锦纠不参与评分，顾云气只保留1票。我的考评由外部专家和团队共同完成。今天只旁听，不发表意见。如果没有顾家身份，你凭什么带设计中心？凭星兰从旧稿危机走到量产，是我和团队一步步做出来的。他没有抢过任何人的功劳，最难的时候是他带我们守到最后。X17的问题是他发现的，新结构也是他提出的。发现问题不等于会管理，你怎么避免下一次泄密？项目资料分级管理，关键节点双人确认，原始设计独立存证，任何管理层都不能越过流程。如果总裁要求你违规开源线呢？我会拒绝。他应该拒绝。夫妻关系不能盖过工作规则，谁破坏流程，谁接受调查，包括总裁。这才是顾氏需要的负责人。负责人还要承担销量和成本。你的量产方案呢？核心结构不变，材料和主食规格分级，既保留珍藏版，也让星兰进入更广的市场。设计、成本和供应周期都完整。从今天起，林之夏担任顾氏设计中心负责人。我接受职位，也接受所有人的监督。这是什么？小鱼的接送、体检和陪伴时间，以前我一个人承担，现在1人1半。可以。临时出差，我至少提前1天说明。不是说明，是一起商量。对，一起商量。还有，工作上别叫我顾太太。林总监。林主任。好，林主任。别以为校对称呼，之前的账就没了。我没忘，身份、调查和失联，都是我的错。你以后还会不会打着保护我的名义，替我决定？不会，你不是我的风险，你是和我一起解决风险的人。这句话我先记着。那离婚的事呢？暂时搁置，看你表现。接受考察。给我做什么？不是让你查岗，是告诉你，从今以后我没有不让你知道的事儿。我不需要一把钥匙证明坦诚。那我就用每一天证明。先别说漂亮话，明天的发布会不能出半点差错。这次我们一起上场。顾氏是否承认 X17曾被竞争公司提前取得？承认。X17是顾氏已废弃的内部测试稿，相关泄露行为已经进入正式处理程序。顾氏为何保留一份存在缺陷的旧稿？出于内部调查需要，这个决定缺少必要监督，我愿意承担管理责任。但今天发布的星兰珍藏版拥有完整原始记录、独立存证和更早的预报案。
顾氏的预备案比对方早了87天。设计不是抢先喊一句这是我的，每一条线，每一次修改都应该有来路。林主任，您是因为总裁夫人的身份才负责星蓝吗？我是顾景恒的妻子，也是顾氏公开竞聘产生的设计中心负责人。婚姻是家庭关系，作品靠专业说话。她不是因为是我的妻子才站在这里，而是因为她有能力站在这里。顾氏珍惜传统，更尊重创新。星蓝属于每一位坚持完成它的人。首批预约满了，别只看订单，生产、质检、售后一项都不能松。发布不是结束，是故事重新开始。爸爸妈妈，我们能回家了吗？能，今天爸爸送你回家。明早你负责送他去幼儿园。已经写进安排表，不会忘。集团的事儿有制度，家里的事儿也要有责任。顾董，工作上我会按标准办事。工作上叫顾董，家里可以叫妈。妈，一起回家吧。好。之夏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可以吗？不是重新开始，是从今天起，好好把日子过明白。所有事情一起商量，所有责任一起承担。说到做到。爸爸妈妈走啦！